大家好，我是老莫。今天做一个綠豆香酥餅，大家可以看它的酥脆程度，口感香酥，餡料細膩，簡單又好學。再次提醒，詳細的配比放在視頻結尾。咱們先把麵粉倒入麵盆，加上鹽，增加麵的拉伸性，然後再加入色拉油，油量不需要多。接着咱們先把色拉油攪拌勻，這樣攪拌之後，咱們再揉麵的時間就會變短。接着咱們加水開始和麵。和麵這一步呢，大家只需要注意，咱們這個麵團一定要稍微偏軟一點，因為這樣咱們在包酥的時候就更簡單一些。把麵揉光之後，像畫面中這樣直接包起來，醒麵15分鐘。接下來咱們做的是油酥，油酥呢咱們用的中筋麵粉，然後加入色拉油。這一步咱們需要注意，油酥千萬不要和得太稀。和好的油酥一定要很輕鬆成團，不容易沾手。這個狀態咱們烤出來的酥皮才夠脆夠酥。咱們的麵團就算醒好了，前面有什麼疑問大家可以在這裡告訴我。醒好的麵團咱們簡單揉一下，直接搓成條，不需要揉得太久，不要讓麵筋出來。然後直接下劑子，這個劑子的大小大家自由控制。下好之後呢，咱們還是簡單的給它揉一下，讓它另一面變光。然後用擀麵杖擀成牛舌形。這裡要跟大家說兩種包酥方式。這是咱們第一種，直接擀成長條，然後把油酥放上去，油酥鋪滿之後，直接從上頭捲起來。捲的時候盡量捲緊，然後到結尾這裡把兩邊這個口給它捏嚴，盡量不要讓油酥跑出來。然後在擀的時候，萬一漏了，記得捏一下。另外咱們擀的時候盡量不要擀得太寬，只需要讓它擀長厚薄勻就 OK。 擀成咱們畫面中這樣，直接從上頭捲起來，這就是為了增加酥層而增加的步驟。再次捲好之後還是要擀開，擀成咱們畫面中這樣，能夠輕鬆看見油酥，然後直接捲起來，這樣就算完成了。咱們完成之後直接放在手上，兩邊往下一壓，然後在手上像這樣來回的轉，或者是直接給它窩進去，這樣咱們留住上面這個平面，留出這個光面之後，不要直接壓，撒上一些乾粉，因為它的酥層很薄，咱們直接壓的話容易粘到手上，把面皮弄破。稍微撒上一點乾粉，咱們再來按，它就不會起皮，烤出來也好看一些。到第二種包酥方式，咱們直接把劑子按扁，按成這樣的面皮。咱們也可以像這樣用手捏一圈，然後把它捏的中間稍微偏薄一點，然後放上油酥。油酥的量呢，大家看着辦啊，只要不要特別多就 OK。咱們直接像這樣收口，把它收進去。這樣包的好處呢，是裡面不容易夾雜氣，咱們在擀的時候呢，不容易擠破皮。像這樣包好，直接放在案板上，稍微撒上一點乾粉，直接就來擀成牛舌形。擀成這樣，咱們直接捲起來，還是跟前面的操作方式是一樣。其實這也算是小包酥的一種方式，包括前面一種，這兩種做法呢，做出來的效果都是一致的。我們在家做小包酥的時候，就用這兩種方法，基本上就夠用，做各種酥餅都可以。這裡還要提醒一下大家，咱們在捲的時候一定要給它捲得緊一點，不能讓它裡面太鬆。如果太鬆，咱們烤的時候它這個分層裡面容易加氣，咱們在烤的時候它這一層呢容易變得很大，有可能還會裂得很深。所以咱們在捲的時候盡量捲緊一點。最後收的方式也是一樣，咱們收完之後直接像這樣壓扁，這樣一個餅皮部分咱們就算完成。另外咱們擀皮要注意，咱們一定要讓光面貼着案板，然後從另一面擀，另一面不算特別光滑，這樣擀面皮咱們包出來的酥餅上面一層就是比較光的。接着咱們包上綠豆沙，這個綠豆沙是自己熬的，方法也特別簡單。然後咱們直接像捏包子一樣給它捏起來，大家可以用自己熟練的方式去包嚴就可以了，只要不讓它露出來。包好以後放在案板上，輕輕的給它壓一下，盡量讓它裡面的氣出來。這樣咱們餅皮部分就算全部完成。從這裡開始往前有什麼疑問，在這裡告訴我。接下來就比較簡單，咱們放入烤盤之後，上面刷上一層油，撒上一些白糖或者是紅糖都 OK。接着就可以預熱烤箱了。預熱烤箱的溫度上火200，下火180。預熱完成之後放入餅皮，還用同樣的溫度烤25分鐘即可。到這裡咱們全部的操作就算完成了。做好的綠豆酥餅一定要稍微放一放，它的酥脆度才能出來。
大家看一下這個效果，咱們輕輕的一掰呢，它就碎得一塊一塊的，特別的酥。可以清晰的看到它的層次呢也非常的薄，餡料也非常細膩。喜歡吃這種酥餅，可以在家裡面嘗試一下，其實非常簡單也好學。今天的配比，這裡是中筋麵粉，準備180克。色拉油準備70克，其中10克用來和面，另外的做油酥。油酥用的面粉準備80克，鹽準備1.5克，水準備100克，一定要稍微偏多一點。綠豆沙準備適量，其實做法很簡單，就是把它搗成泥，加上糖就 OK。咱們的視頻就到這裡，再次感謝您的支持和觀看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